来吧，那下边咱们说说美国方面的新闻。那洛杉矶现在的情况怎么样呢？我查了几家那边的英文媒体吧，说现在呢，洛杉矶的情况还没有完全平静。你要说和以前那样那倒没有啊，和6月6号之前恢复成那种状态那没有了。但是呢，整个的暴力程度有极大的缓和。现在呢，处在降温阶段，你要说恢复正常还没有啊。现在呢，已经回到了平稳的这么一个状态。最新的情况呢，洛杉矶的市长巴斯讲，现在城市是和平的啊。今天看到他的视频嘛，他是这么说的。但国土安全呢不这么说，说他完全是谎言，说还是有人在袭击执法人员，然后说军队和国民警备队仍然在执行任务。这准备呢是一开始是2000吧，最新的消息是川普要再派2000国民警备队，另外呢把这个在佛州那边的那700海军陆战队给派去，现在这个已经开始了。当然呢，这不是今天了在昨天或者是再早一点，也就是美国时间礼拜日左右，是出现了有一些把那个 Waymo 机器人出租车给点着了另外呢，确实是发生了激烈的冲突砸东西等等的吧。到目前为止，应该有100多人被捕，有200多人被拘留，这两个情况有点不太一样，也就抓了300多人吧。现在呢，已经开始做一些清理了有一些残骸打抢烧弄的那些涂鸦等等的吧，现在都已经开始在收拾了也有这方面的情况现在看还行。这是大面上的情况了。有一位朋友呢在现场，他开着车呢给我随便拍了一些东西，把那个画面发给了我。看到呢，今天白天在洛杉矶的 downtown 那儿，确实还是有很多人在游行，但是呢是比较有序、比较平和的，大家就举着牌子举着那个旗子，在那喊着口号然后我看从人行横道然后走到那条街，然后在那边绕还在那儿嚷嚷呢，但比较有秩序。在洛杉矶联邦法院的外面，也有很多人举着那个标语在抗议。没有看到有这种激烈的冲突或者是这样，没有这方面的情况我不知道他拍的那个全不全面了。最新的情况，国防部长海格塞斯派了700名海军陆战队到洛杉矶这个其中呢，大部分是来自不是来自佛州的，是来自加州第29棕榈村的第7海军陆战队第2营，全体官兵就去了。到那儿去干嘛呢？是支援任务，没有人让他们去镇暴或者去执法，这个他倒有说法，主要是支援保卫，是这么个意思。直到呢，国民警备队的增援部队，就是又有2000人抵达，有2000，现在再去个700，然后呢，川普向洛杉矶又增派了2000名国民警备队，也就是这2000人一到的话，估计那700就回去了。现在是这么一个说法了。当然又派了，加起来就又派了2700，可是川普到现在还没有援引叛乱法，还是用的那个第10修正案。那你现在动用海军陆战队这东西合法吗？昨天我们说国民警备队都不行，都不能参与国内执法，你直接动海军陆战队那就是纯军人了，这合法吗？到现在呢还没有说法这个还没有说法。这是最新的一些情况了。然后说说川普，川普呢就连发了很多个帖子了。其中呢，你比如说洛杉矶乱成一团，我得马上派兵把那帮戴面具的全都给抓起来，要立刻。我看下边呢确实也有民主党人怼他说现在呢那抗议的人是蒙着脸呢。那你那些蒙着脸去抓人的执法的，现在没听说过有执法人员还都蒙着脸这2天在洛杉矶也都出现了，那帮人抓不抓呢？然后呢，针对整个洛杉矶市和加州，川普呢就是写了这么一段话，
第一句就是如果他们吐口水，我们就打。这句话啊是要上史书的。如果他们吐口水，我们就打。这句话啊是要永载美国史册的。他讲，我要向你们保证，他们会受到前所未有的打击。这是川普在他那帖子里大概说了这么多了。然后呢，又做了个讲话，说那个加文·纽森啊，他已经给改名了，叫败类。这个败类州长和那个市长巴斯应该向洛杉矶人民道歉，他们的工作简直糟透了，现在情况很严重，骚乱仍然在继续。这都是10多个小时、20多小时之前他发的这些帖子了。然后啊，这里边讲啊，这帮人是惹是生非的暴徒，是叛乱分子，而且不许戴口罩。我们必须要看到是谁在里边干这些事儿啊，是有这么一个说法啊。这就是发的这些帖子。那在停机坪上，他不知道去哪儿呢，在那个草地上，有记者就问：那你派遣海军陆战队，你有什么门槛啊？你就派兵啊？记者就问：那你只计划派兵去洛杉矶吗？川普讲：我们会到处都可以派兵。那记者问：那你派遣动用海军陆战队的门槛是什么呢？川普的回答：我认为是门槛，那就是门槛。我想让他们去，他们就去。他讲门槛就是我所认为的那样。如果我们看到我们的国家和公民面临危险，我们将在法律和秩序方面采取非常非常强硬的措施。什么时候派兵，我就是门槛。人家问你，你什么叫门槛啊？就你得有什么法律依据，你得有什么条件，你得有什么根据。我就是根据，我认为是，我就派兵啊。他是这么说的啊，非常豪横啊。那川普呢，在采访中，人说那汤姆·霍曼就那个移民沙皇，说要逮捕加州州长，他认为他说的对啊。这一开始呢是做了这么一个讲话，不过呢，那纽森那边立刻打蛇随棍上，立刻登杆爬，那抓我，现在来，我等着你呢，你抓我一试试。那边疯狂叫嚣。之后川普也知道这事儿呢可能附和的是有点问题，立刻做出了澄清，我并没有直接威胁逮捕纽森和洛杉矶市长巴斯。他这件事儿呢他缩回去了。那这是川普整个的做法了。那洛杉矶加州这边呢，加州政府昨天，也就是在几个小时之前，已经正式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法院裁定川普在7日发布的总统备忘录和美国国防部据此调遣加州国民警卫队进入洛杉矶地区的命令违法，要求法院撤销相关的命令。我今天呢又紧急跟纽约的我们那位律师朋友简单问了问，我说那这官司您觉着呢？他说那川普是没打了，当然呢这事儿基本差不多已经到了尾声了，那帮兵呢也差不多该回去了，所以说你等法院大概明后天吧，那个命令就下来了，下来了以后就是暂停，你先回去，那也就回去了，就跟那个哈佛大学什么的等等那样的情况。你说不许招外国留学生了，人家那边呢暂停，然后1天之后，美国国务院就都恢复了。所以说这件事儿呢，他认为这个川普是不占理的这个呢，应该说在美国的媒体和法律界，你一没有得到州长的邀请，第二这个州并没有完全失控，第三你没有得到最高法院和议会的授权。你认为你是门槛，你就是门槛，这个是做不到的了。那纽森呢就上诉，就正式告他以后呢，他说了发了这么一段话，说我们正在正式起诉川普，这是一场人为制造的危机，他在制造恐惧，是为了控制州民兵组织，就是国民警卫队，违反美国宪法。他签署的非法命令可以允许他派遣部队进入任何他想进入的任何州。作为每位州长，不管你是红的还是蓝的，都应该拒绝这种令人愤慨的越权行为。
说这是迈向威权主义的明显的一步，威胁着我们共和国的基础，我们不能让这种事儿继续发生啊！他还写了这么一段话。不光是他了，洛杉矶地区有一个叫 Glendale 的市政府 ，Glendale 市政府发了一个声明。我发现全世界叫 Glendale 的地方特别多，我们这小镇旁边就有一个地儿也叫这么个名儿啊。市政府讲，他们正式宣布终止和国土安全部进行合作，拒绝接纳那个移民署在该市关押抓捕的非法移民。我们也不会执行你们所谓的移民法律，而会遵守加州的庇护移民法。这个有时间明后天咱们再给大家讲，为什么联邦和州两边有这么大的差别？人家州自己是有一个庇护移民法的啊，这个呢完了再跟大家说啊。有很多朋友讲，那你说他是非法移民，我们不是怎么弄他都合理吗？谁让你非法的？你根本不应该在这儿，我怎么收拾你都行。在别的州呢可能可以，但在加州这嘎达地方就大概不行，因为它这里边有一个庇护移民法。明天呢咱们给说说这嘎达地方的风俗是什么，为什么它变成了世界第4大经济体啊？这是有它的道理的啊。这个呢有时间再给大家讲吧。那现在要告你了，不光是加州政府一家告，现在好几个诉讼啊。那川普怕打官司吗？答案是不怕，他根本不在乎。为什么呢？就因为2024年美国最高法院2024年7月1号就川普的刑事豁免范围做出的那个决定性的裁定。这个大家那时候还不是候选总统的啊，但那时候就做了。作为前总统的时候，就做了这个最高法院的裁定。这个裁定整个的意思是，总统在行使他的官方行为的时候，享有绝对刑事豁免权，在非官方行为上则没有刑事豁免。那现在他往加州派兵，他往洛杉矶派兵，这是他个人行为吗？很明显不是。这是一个官方行为，这一点就没辙了啊。所以说呢，你比如官方行为有核心总统职权、任命官员、行使外交权、批准或否决法案、指挥军事行动，然后涉及到这些刚才说的这些宪法赋予的职权，是不受刑事起诉的。所以说他有这个护身符，就是再怎么打官司，你拿我你也没辙。啊，我想干嘛就干嘛，我只要用我的这个权柄啊，用我的这个大印，我让你们干嘛就干嘛。错了也不会追究我的责任。我这件事违法了，可能是跟法律有冲突有冲撞，也不会追究我个人的刑事责任。所以说，川普在这一点上打官司，他本人一点都不怕啊。这个呢，那最高法那护身符已经给他了。这是人，他没事儿。那这件事儿呢？这件事儿会被法院驳回吗？我信任我们那位律师朋友的判断啊。我认为呢，和其他事件一样，大概率会的。一旦被法院说停止，那这件事儿就会停止，他会遵守。然后川普再去找下一个战场，再找下一个事儿。又开始下一个循环，每次都是制造冲突对抗，形成混乱，法院叫停，事情停止，然后他再去找下一个。这不是跟哈佛的那场文化大革命啊，基本干完了啊？那我开玩笑啊，打个引号的啊，那儿已经基本就收摊了，那怎么办？又找到了加州，跟加州开干。前面的哈佛大学什么给萨尔瓦多轰人，现在人不也弄回来了吗？包括前一阵儿什么删减部门、公务员大解雇等等等等，最后人家法官一说停啊，好多的解雇令也就停了。当然我不知道为什么美国之音那个法院当时是怎么办的，这个我不知道啊。为什么把陈小平他们都给开了？
但是有很多部门的人都回去上班了啊，这个是有的。所以说每次事儿上能拦住他，但是你要说追究他本人的责任，他有护身符，这事儿谁拿他也没辙啊，这个你就没办法了。所以说这件事儿呢，我们可以预料啊，这边呢反正本来也都快平静了嘛，过完这个周啊，我估计这件事儿呢也就过了。法院那边的禁止令啊，什么兵都回去，各方面也都出来了。然后呢，正好也没事儿了，待着干嘛？他把兵派来了，我看今天加州有很多照片，这帮大兵住哪儿啊？2000兵呢，你让他们上哪儿去？吃什么喝什么呀？最后就找个地方啊，有地毯倒还好点啊，就地就那么一躺，枕着自己的胳膊就睡觉，就到这么一个地步。这不可能长久嘛？啊，他也不想要这个长久，他就想要这一幕戏剧性的啊，打起来了，这个烧轮胎，浓烟滚滚啊，想要这个戏剧性的一幕啊，得到了双方政治人物都得分了啊，这件事儿差不多也就啊，这用尽了，也就该收场了。我看有媒体呢给定了个义，说这是一场由暴力执法引发的暴乱。一开始我看到这个呢，我追究了一下，我也看了看媒体的一些说法，说是为什么要这么说来定义这次的这场骚乱吧。原则讲呢，移民和海关署公布的，就是现在他们抓捕遣返的这些人数呢，相比而言，咱们就查他 ICE 自己的档案的资料，实际上奥巴马遣返的人是更多的。2013到2016年，说到这3年，奥巴马任期之内，他总共遣返了116.0255人，有涨有零。川普的第一任期2017到2020年，他总计遣返了994.9876人，没有奥巴马多，跟奥巴马呢大概差15、16万人啊，有这么一个差别。那现在呢，这几个月怎么样？刚才说第一任期，那这个任期呢 ，ICE 的官方的报告，前100天的时候，他们总共逮捕了66463人，遣返了65682人，这是前100天3个月。那到4月份呢？到4月份的时候，他们讲，截止到那时候，已经大约是14万人。那就3个多月了。那这5月份呢？那你要照着他这个速度，您头3月才抓了6万多人，1个月也就合2、3万人。我在这儿呢，到4月份如果是14万的话，算上5月份，我给他多算点，大数现在也就20万人。啊，这个人数并不是很多了。还是这句话，没有人说遣返非法移民是不对的。你非法进入美国，那现在我让你出去，这是很正常的，就是人非法进入我们家，我让你出去，这是我合理合法的权利啊，这个没毛病啊，这个大家都一致。但你看奥巴马时期轰走了那么多人，轰走了116，你才轰走了98万，轰走那么多也没有造成洛杉矶现在这么大的这种激烈的冲突，这样的影响。那这次为什么引起这件事儿呢？我看了看当地媒体的报道，大概是2个源头了。一个呢就在那个 Home Depot， 那叫什么什么家乐宝什么的，这我不知道他们是怎么翻译的啊。这家大超市在这儿抓人。另外一个呢，就是他们 ICE 的这帮特工试图进入小学去掏那帮孩子。这2件事把这件事给引起来。为什么跑到那个 Home Depot 那儿去抓人呢？因为很多墨西哥裔的这帮啊，这个临时工吧，都站在那树底下，在那儿大家就跟北京马驹桥那样，就我们过去叫人事儿啊，在那儿呢去准备被雇佣，找一些临时性的工作。因为这帮人呢，他就是那么站着。ICE 这帮特工呢，抓起来就很容易。你一般的有那种非法移民，他开着车，你很难抓他。好多人费半天劲都抓不着这一个人。那这儿呢，大伙儿啊撒网，这一兜能抓老半天。
所以说呢，这个是他们盯了这么一段时间，可能呢确实有人骗他们打电话说有活啊，大家往这儿聚聚，我们要很多人，这帮人就聚到这儿来了。结果这帮人一下来了个大包围，你抓的是什么呀？抓的是这帮可怜的干体力活的这帮人啊。所以说呢，确实是引起了一些愤怒。另外呢，ICE 的官员试图进入学区的小学里边去抓，这都期末了，那边正开什么毕业典礼，那有家长有孩子，那人不是齐的吗？结果呢，ICE 的特工们2次想进入到校区，但人家就问你有搜查令吗？你凭什么进入我们？因为在加州法律中明确规定，学校、教堂、医院属于高度敏感地区。ICE 的特工不能在这类区域里边执法，人家是有规定的，除非法院给你开逮捕令啊、搜查令，你可以进来。人家有吗？试了2回，他没成功，没进去。那这事儿就传开了。你现在的信息这么发达，好家伙，要跑学校来掏人，要掏孩子。你小朋友一看你谁，最后好把孩子都给弄走，这一下呢，让人家这来回来去这么一传一渲染。很多人就急了，所以说到这件事儿呢，奥巴马也抓也遣返，拜登也遣返，当然他开门放进来的人是更多了啊，这个我们大家都批判过很多次了。解决非法移民的问题，在美国来说，这是个多年历史遗留问题，也是个老大难的问题。那以前抓，为什么奥巴马抓，为什么没给逼反了？为什么现在出这个呢？因为原来他们还是比较讲方式方法的，原来还是比较有策略的。你比如说到以前他们抓啊，首先有刑事案底的罪犯，一抓一看你是非法移民，甭废话，遣返，哪儿来回哪儿去，这就别说了。另外有这种政治极端分子，甚至有恐怖分子嫌疑。啊，在里边嘀嘀咕咕，在社交媒体上都抓到过只言片语，有这种重大嫌疑，我也不跟你费这事了，我也不看着你了，你也是非法移民，给我走人，这都立刻就抓走。所以说这种情况按照程序该抓，这是重点，这是首先的。以前啊，历任政府也都从小布什他们就这么干啊。然后呢，就是游手好闲的流浪汉，在大街上呢晃晃悠悠，也不找工作。那都是潜在的小偷啊，或者是啊那种什么毒品的使用者呀，等等，都有这种的吧。你又不找工作啊，你又是非法移民，这个让人这超上给逮着，那你肯定给你送走。所以说这种呢，无论是对治安，包括对各方面都有好处。我相信大多数美国人都希望看到这帮人都给弄走。然后呢？那你先把这帮头疼的、大家都烦的这部分人给遣送完，那你再评估剩下的，是要豁免，还是要特赦，还是有的人对不起了你也得走啊，那就是后边的事儿了。那你不能暴力一刀切，见人就抓呀。结果这次把很多留在美国，人家一直辛苦干活的劳动力，刚才说的那些坏蛋没抓着，结果把这帮都不问青红皂白都给抓了，结果这个你打击面太大了，而且手段强硬粗暴，别忘了这个群体的人数可是非常众多的，那你自然就会激起强烈的反弹，非打起来不可。那你说前线干这帮事儿的汤姆·霍曼，包括底下这帮特工、这帮官员们，他们不知道。你抓重点，一波一波的抓呀，抓完那个，哎，把那个，然后再轮到这一波，你这个有方式方法，以前都有程序可循的嘛。那你现在就大抓大捕，你这什么情况？我相信干这事儿的人，他们都知道，这么干一定会激起重大的社会冲突和事件。在加州，这种人没说上百万。你说会什么呢？他是人呢，他也不是小羊小狗，他不听你这个呀。那你明知道一定会打起来，你为什么还要这么干呢？这里边我看媒体给做了一些分析。首先，第一，川普现在嫌速度太慢，
给下边施加压力，给下边下了死命令。所以说下边呢也开始不择手段，就开始胡来一通，也不讲什么方式方法了，见人就抓，咱们就开始了。所以说最近的这个烈度在猛烈的提高。刚才说了，你这忙了好几个月才抓了不到20万人，有点急了啊，这是一种可能。另外一种可能呢，针对的是加州。不管你抓人这帮人的群体的反抗，或者是当地政府的反抗，它一定会爆发激烈的冲突。我捅你这个马蜂窝，结果是什么？当时安排做这些事儿的人，他们心里一定是有数的。所以说，很多人怀疑这是事先选好的一个行动。那后来啊，这个火光冲天，就打砸抢烧又开始了，大家拼命的抗议，人家要的就是这个效果。那为什么这么做呢？那川普是不是想在这次的混乱中给我的马克尔党们一个交代？看了没有，我可干了，你们希望我干的我可全干了，我在政治上先得分。那当然呢，这是不是阴谋论咱们先放一边，但你从事后的结果看，在一开始明知道会出现现在这种结果的情况下，还要蛮干，而且进一步激化矛盾，我还再派2000，再派700，那这种阴谋论的可能性大不大？我认为可能性是非常大的。为什么干哈佛呀？那是左派的基地呀。为什么干加州啊？这也是蓝营的或者叫兰州的一个基地啊。我先打你这出头鸟，所以说它是有选择，是有针对性的。当然呢，会不会一开始有这种算计？是一开始压指标导致的，还是一开始就是这么算计的？这我不知道了啊！我只是把媒体的一些说法推荐给大家。但是在实践中，整个的过程中，我们确实看到，川普在做政治秀。这是这边，而那边那位纽森也是抓住机会大做政治秀。这边呢是开始派军队啊，刚才说的那些话，你敢吐口水，我们就抽你啊！这都没说吗？这都要刻在碑上的。以后啊，这句话啊，这是一个美国总统说的。美国人将来在总结这段痛苦的教训的时候，这句话一定会把它拎出来的。所以说呢，那边是啊，那立刻就派军队啊，在那儿一下表达那种状态啊，就是开始这折腾。而这边呢，是一开始坐视不管，前期故意不作为，就想把这件事给它做大了。可以这么讲，一边是想搞事儿，一边是不管，想让这事儿弄大，是两个人合力造成了这次的混乱。当然，两个人在各自的阵营中全都得了分。我们之前看纽森在民主党的阵营里边，说到未来选总统排行里边，前5都没他。前边还有什么哈里斯啊，什么还有那原来那个同性恋的交通部长，还有 AOC， 还有别人，纽森都排后边呢。那现在这次那一看跟川普硬刚，那现在这么强硬，抓我啊！这次是可以，两个人都得分了，这个我必须承认啊。但是让全世界看到的是一个混乱的美国。我们在外边看到整个的感官，美国，你也有今天。那我就不知道在美国的那些朋友，此时此刻你们有什么感想了？所以说这一点啊，还是我不知道你们愿意不愿意看到以后美国就这样了。这是一个方面了。当然，后来媒体呢有2个角度啊，有2个媒体人谈了2个角度。首先说加州的老百姓。从老百姓这儿来讲，应该停止了，啊，不要什么暴力啊什么的，应该是和平。加州的州政府应该立刻派出警察，和前面那个态度什么的应该有所改变，把事态完全控制下来，不能再让川普借这个机会调动军队啊到加州这儿来啊来扩权，来侵犯州权。你自己必须得把这件事儿彻底的给弥平，这是必须要这么做的。那加州州长确实也在这么呼吁了，因为他很清楚川普想借机要干什么。现在呢，他自己应该马上把它组织起来。那你想抗议，
你把这事儿先平了，你有的是时间弄什么几十人、几十万、上百万人上街上抗议去，那有的是机会，你爱干嘛干嘛。但是现在军队来了，你不能跟军队干，你不能把老百姓啊最后都牺牲掉，这是不行的啊！你这政客得分，这还得了了？这个你把老百姓都送进去了，这个是很多人都提出了这个呼吁，加州应该自己管起来，老百姓应该平静下来。啊，这个是不能给对方借用的机会，这是一个角度啊。另外，从川普那个角度，现在明显他不怕乱，他现在怕不乱，他怕没事儿。加州这事儿一起来就进去了，他那手就伸进去了。一旦让他采用了国家紧急状态，那大兵就真上街了。所以说，这可不是闹着玩的，这是那种强人政治人物非常熟练、非常奏效的那套剧本，人家就等着这个呢。所以说，作为川普来着，有点小题大做，我最后啪啪啪，我这么整一个，我把这标杆先给他立了。所以说，川普是希望有这方面的事情的，因为非法移民的事儿进展也不顺利啊，搞了半天也搞不下去啊，人也没抓多少。那现在你看了没有？你们这些左州啊，这些左叉们啊，你们在保着这些人，然后法官们也罩着这些人，跟自己的群体讲，这不赖我吧，我尽了最大的努力。所以说呢，现在啊，他是希望有这么一次冲突，来把自己啊，来做一个展现的。所以说，美国作为无论是政治人物还是老百姓，一定要清楚这一点。那到现在我们就看，当然这事儿不大了，这事儿也就是一个礼拜10天左右的事儿，这事儿基本就消失了，这事儿不大啊。后边那还有别的地儿呢，那还有旧金山呢，那还有波士顿呢，那好多地方这就一个一个的开始了。那后边的那种激烈的对抗，那下一步一个一个的火苗往下点，因为他还得完成他赶走这么多人，他原来说1000万，后来说几百万，他得完成他这个任务。所以说下边呢，整个的这个模式在加州这儿现在有点出来了，这个模型，那下边会照方抓药，那就不知道美国的法律现在能不能说几句啊，能不能挡住它，这就是我们关注的焦点了。那现在整个看，作为川普这儿来讲，现在关税啊陷入到严重的拉锯谈判，现在也不是很顺利啊，一会儿我们会说到。另外和马斯克呢，这内部就这样了，也透视出他的内部呢，现在也有很多的裂痕。美利大法案呢，现在不改，肯定是在参院是过不了，但是怎么改？那白宫和国会两边有激烈的争议啊，里边也有很多的裂痕，有点走不下去了啊。7月4号这事儿能不能过，现在也不好说了。现在又赶上了这次的洛杉矶的骚乱。所以说，整个的情况，这就是川普这个新政现在干了4个多月，现在就是这么一种状态。别忙，还有3年半呢。所以说，大家看啊，当然呢，我看到整个的这个过程，我是有一点小遗憾，有一点小感慨。看到这么一个大的事件，特别又在加州，又在洛杉矶。我就认识有自媒体的朋友，我今天还给他发消息，还没给我回呢。我说怎么没看见你啊？你比如在澳洲，我们知道我们有一位同行有点事儿，那绝对会冲在第一线啊，在里边会做很多的调查研究，做很多的采访。结果这次的大骚乱呢，有很多的华人自媒体，也可能我是见识不多，看到的不多，但我确实没有看到活跃的。我熟知的那些自媒体在现场做一些街访或者是在现场就谈一些自己身临其境看到的那些切身的感受，包括做一些现场的思考对里边的谁是谁非做出自己的一些理解和说法。很遗憾，这个就没看到。应该说，在美国自媒体是最多的你比如说，在整个的这个生态里边，在美国的这帮人也是特别多。这我看到的不多，在这儿呢，还特别希望呢，如果我们有这方面确实有这方面做这个工作的
啊，还是应该抓住这样的历史的一个机遇，把这个过程呢，应该给大家报道一下。我看了半天，都是一些个人给我拍来的一些东西，然后剩下就是有很多朋友一直不高兴的。大康，你老看左媒，那我看谁呀？我只能看他们。那你说我不看他们，我看谁呀？我看到的都是他们呀。有时候我也跑到福克斯去看看。后来呢，那儿点着几个车，在那儿冒着狼烟，就认为这洛杉矶已经这样了嘛。后来在洛杉矶市的人就立刻跟我讲：“大康，别让他们给骗了。”就跟当时在法国那黄背心运动啊，那儿点着一滩火，然后就立刻蹲在那儿，把这火无限放大，好像那凯旋门都烧了，啊，不是那么回事儿，说是够乱的啊，有那帮黑人啊，那拉丁美洲的人，人家都在那儿抗争呢，嚯，有一帮黑哥们儿呢，就趁火打劫，就开始零元购，就开始抢。啊，这个确实是有，但整个的场面不像那个啊，这什么浓烟滚滚，那是大火熊熊，那都没到那程度了。就是主要那几个地区啊，还是希望啊，有我们的同道们啊，还是应该到现场啊，我在这儿给你们一点呼吁啊。